亲，你相信我，相信我，我没有做那些事。母亲，姐姐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她吧。放了她？这个贱种占据了你这么多年的富贵，你让我放了她？小柔，你这孩子实在是太善良了。母亲，死去也好。这个世界活着实在太痛苦，是我太傻，看不穿柴老的野心。当初收养好心对待的妹妹，转眼间夺去了我的一切。爷爷和外公交给我的财产，未婚夫、父母的爱，转眼间，我被关在这暗不见天日的地方，已经3年了，像一只爬虫般活着。小柔，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等死了以后丢出去喂狗。母亲，姐姐她……什么姐姐？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不知道是谁的贱种，让我丢尽脸面。有什么好看的？现在她已经是我的母亲了，我才是薛家唯一的千金。薛柔，是我蠢，沦落到今日，都是我自己活该。付出一切真心，却给了豺狼。薛雪，反正都要死了，也让你当一个明白鬼。其实你才是薛家的千金。当初做鉴定的时候，我把我们2个人的血液样本标签换了一下呢。不过母亲和父亲也会觉得无所谓吧，毕竟你这种名声发臭、早已被玷污的人是不配成为薛家千金。所以就算他们心中怀疑，也会理所当然告诉所有人，你才是冒牌货。姐姐，你好像很恨我的样子，不过还要更恨我一点才对呢。因为当初在酒吧给你下药的人是我，引来那些记者拍下整个过程的人也是我。阴谋，一切都是阴谋。自从这个人来到家里以后，我的一切都被毁了。我不甘心，好不甘心呐！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这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豺狼？不过你可以放心的去死了。臣一直告诉我，和你这样毁了容貌的贱人在一起，他每1分钟都想要做。而我才是他唯一爱过的人。凌晨，这个男人曾经对我如此温柔，温柔的让我心甘情愿交出一切，包括薛家和云家的财产，像一只黄牛般没日没夜为凌晨运作着产业。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候，从背后狠狠捅了我一刀，将所有的东西据为己有，最后把我这个未婚妻丢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被薛柔玩弄。亲爱的，还没玩够吗？这只恶心的臭臭竟然还活着！臭臭，曾经倾心相爱的男人，形容自己是一只臭臭，我真是个蠢货，当初竟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是啊，我下不去手，毕竟是我的姐姐呢。姐姐，小柔，你就是太善良了。这种不知道被多少人玩过的肮脏女人，
怎么配当你的姐姐？瞧，多简单的事儿，扔出去喂狗就好了。好啊，真好啊！亲生母亲和未婚夫都夸赞薛柔善良，都要把我丢出去喂狗。果然是我做人太失败了吧？薛雪，你就是一个这样的蠢货。如果还有来生，一定要记住这2个人，尤其记住这张洋娃娃一般的面孔。真的好疼啊！死了也会感觉到疼吗？全身上下每一块地方都几乎被摔得散架了一样，这种情景似曾相识，似乎压在记忆的最深处，似乎是15岁那年的车祸。怎么可能？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陈叔，这位被爷爷从小派在身边一直跟着我的司机，当初不是在薛柔刻意安排的事故中身亡了吗？难道我真的回来了？回到薛柔即将进入薛家的3个月前。今日的日期是那场车祸，我竟然真的回来了。还记得这场车祸是远房的表姐冷霜一手策划，只是那时的我愚昧蠢笨，轻而易举地相信这是对方无心之失，全然没有发现冷霜自小眼中就藏着的嫉妒与阴狠。小雪妹妹，你没事吧？她的手是冲着我受伤最严重的腰肢去的。这一仗若是推迟了，早已受伤严重的腰椎恐怕会直接错位。怎么可能？薛雪怎么可能会对我动手？虽然作为薛家的千金，加上父母不疼不爱，让薛雪的性格变得极为叛逆，但我自小和她一起长大，深知薛雪内心的脆弱，几乎将她调教成一只听话的宠物。就算是身为薛家千金，也不过是一只贵妇狗，今天我竟然被他打了！小雪，你怎么可以对我动手呢？我可是你表姐啊！可惜，是不知道远去哪里的表姐。若非薛家家大业大，恐怕冷家也不会强行要攀上这一门亲戚吧。抱歉，刚下了车就看到不知道什么东西向我扑来，一时间没有注意，伤到你了吧？哼。看来刚才那一下不过是意外，早就被调教成乖巧的宠物，怎么可能突然暴动呢？没关系，你也是无心之失，我不疼的，真的。按照以往薛雪的性子，肯定会立刻过来安慰我，当个被耍得团团转的蠢货。小姐，这场车祸有蹊跷，我已经努力闪躲，冷家的车却像没长眼睛般撞了过来。刚才已经打电话将这件事报告给薛老爷了。虽然我在看到冷霜平日里矫揉造作的举动后，早就知道这女孩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只是小姐言行叛逆，压根听不进去，反倒对冷霜温柔和善，什么吃的用的都送给她。没想到竟然养出这样一条白眼狼。我们怎么可能故意撞上去呢？之前司机就是说方向盘有点问题，但是小雪你也知道，我们冷家不像薛家那么有钱，为了这点小毛病换一辆车是不可能的，所以也才酿成这样的大祸。好在你也没什么事，这次就原谅我吧。原来是因为这样，哼，肋骨几乎断裂，腰椎也受伤不轻，更别说额角还不曾止住的伤口。
这些在冷霜眼中都属于没什么事。我上一世是有多蠢呢，竟然轻易的放过了他。那是不是应该送一辆车呢？送一辆车？刚才那一巴掌果然是无心之失，雪雪根本就是我养的一条狗，想让它坐下就坐下，让站着就站着。如果这样，那真是谢谢妹妹了。到时候一定要痛宰雪雪，让她买一辆我早就看上，冷家却买不起的限量跑车。是啊，送一辆车，不过不是我送给你，而是冷霜姐姐赔给我。你说什么？我说得很清楚啊，这辆车是我15岁生日时爷爷送给我的礼物，全球不到20辆。撞成这样，就算是返厂维修的钱都能再买一辆了。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我就不收你医药费的赔偿金了。雪雪，你竟然敢让我赔偿！今天没有撞死雪雪算他命大，但是不是顺便把脑袋一起撞坏了？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冷霜，你确定在和我说话？雪雪的身份根本就不是冷家这样小门小户能比得上。若非当初母亲见机行事，刻意讨好薛母，我现在也过不上这样富家小姐般的生活。只是这么多年来，雪雪无论是吃的穿的都会留我一份儿，让我几乎都忘了雪雪原本是我应该跪着仰望的存在。小雪妹妹，你一定是和我开玩笑的，对不对？是啊，我是在开玩笑呢。怎么说也是撞了我，就算是我不计较，爷爷也不可能轻易放过这件事。所以具体的赔偿还是让爷爷和你的父亲谈吧。哼，上一世只是被冷霜哭了几鼻子，掉了点眼泪，我就亲自去哀求爷爷放过冷家，让爷爷失望透顶，连带着对我这个愚蠢的孙女也不太管教了，这才让薛柔趁虚而入。陈叔，爷爷派来的车到了吗？大概还有5分钟，很快就到。这次小姐的表现太出乎预料了，终于不再被冷霜3两句话就骗到了。很好，这是薛老爷从小教育出来的女孩，当她有朝一日褪去骄纵叛逆的性子，旁人才会惊觉这是一块纯白细腻的美玉。若是薛家的老爷子亲自来谈，我恐怕要被父亲剥除一层皮。小雪，是我错了，都怪我，求求你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薛爷爷，要不然我就死定了。等弄清楚薛雪的变化后，我一定会将这个事情原封不动地还给他。原本对我百依百顺的薛雪，怎么可能脱离控制？绝对不能！他一辈子都要成为我的狗，将薛家的东西举头献上。怪你？怪你什么？怪你故意让司机朝我这边撞过来，好要了我的性命。冷霜姐姐，我真是不懂，你以为我死了以后，父母就会把你收养做女儿吗？你没想到我竟然没有乖乖原谅你，反而兴师问罪。姐姐，我回来了。自从车祸后，薛雪就像变了一个人般，从往日的顽皮叛逆变成美玉无瑕的薛家千金。当初总是让父母和爷爷伤透脑筋的她，转眼间就成了人人艳羡的优质生。在天才与贵族林立的诺顿商学院中，薛雪月考一举拿下了第1名的好成绩，让那些曾经羡慕嫉妒她薛家千金身份的人终于闭了嘴。就连向来不喜欢她的父母，也因为薛雪近日在学校的表现而改观了对女儿的印象。母亲，父亲，在这个天才与贵族林立的学校，1这个数字就说明了女儿的优秀。近来牌桌上成为被众人吹捧对象的云如，又怎能不得意？昨晚学习的又很晚了吧？似乎又找到了作为云家大小姐刚刚嫁入薛家时的荣耀。向来严苛而挑剔的云如都开始为女儿的优秀动容。应该的。以前并不喜欢这个林荫下诞生的结晶，现在看来，
以往是不是待女儿太过冷落了？3个月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能让向来威严的爷爷变成疼宠孙女的慈祥老人，让向来漫不经心的冰冷父母变得似乎充满亲情的味道，也能从学校中成绩偏下的废柴坐上第1名的这个位置。当然，也让冷家赔了一辆全新的座驾，顺带着冷霜那朵楚楚动人的小白花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出现在我面前。但是好像还不够，我可没有忘记明天是什么日子。诺顿商学院，这是全国顶尖的贵族中学，能来到这里的人只有2种：真正的天才，或是真正的贵族。我原本属于后者，而在短短3个月内，我变成了前者。大家早。雪儿早。小雪早上好啊。3个月的时间，也同样能用成绩和态度征服曾经对自己不屑一顾的同窗。或许1次月考的成绩只是意外，但是3次只能说明现在的我已经成为学院顶尖的存在。早读课进行得十分顺利，除了所有人的目光都会时不时地看向我以外，或许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是一场车祸，养伤回来以后的我就变得如此精致，如此清纯，甚至如此完美。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想要欺负我的人，此刻再度看着我的时候，会不会一不小心红了脸？当然，我对他们的想法毫不在意，可不是吗？比人类还要完美的人，当然是变态。曾经经历了那么多极限苦难之后的我，早就知道人类的情绪和痛感什么的都很靠不住啊。薛同学来说说，看对于这道题有什么看法？我的心脏中早就盛满了冰冷，所以才能压制自己的情绪，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完美吧。是。这种压抑早就将我的心灵扭曲了，就算用变态来形容也不足为过。薛雪同学，你真的很完美，完美的家世，完美的容貌，甚至是现在完美的成绩，反倒让那些原本心中升腾起嫉妒的人开始反省自己的小心思。小姐，学业很辛苦吧？还好，总要学下去呢。比起漫无天日的黑暗，这样的辛苦却会让人觉得很快乐。我回来了。小雪，今天怎么样呢？还不错。母亲今天也很辛苦吧？薛家的部分产业，虽然名义上是被老爷子传给了儿子薛景，但实际上却是被云如这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在打理着。当然，这个女人乐在其中，并且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女强人的身份所带来的咄咄逼人。是很辛苦，下面的经理简直没脑子。对了，你下周的月考怎么样？应该没有问题。那就好，这次也要第一哦。虽然早上才关心着女儿是否学到很晚，但是还是强烈要求做到最好。这就是云如向来的虚荣心呢。既然得到了1次第一，就必须一直保持下去，才能得到所谓的母爱吧。果然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呢。当然啦，就知道小雪是最棒的。对了，我明天还有一个慈善项目要去探望慈心孤儿院，早餐就不在家里吃了。慈心孤儿院，真是熟悉的名字。没有因为献血接近我的妹妹，果然还是通过其他的手段想办法进入薛家。应该说，
那群人真是无论怎样也不会死心呢。虽说企业家很多时候都要通过各种慈善活动来塑造企业形象，但是这么巧又盯到慈心孤儿院，这绝对不是偶然。母亲太辛苦了，今天要早早休息呢。自从那次车祸以后，向来不讨喜的女儿，不知为何竟然变成了我的心头肉，果然是一夜之间懂事了很多。薛柔在慈心孤儿院，据说从小被院长养到大，最为听话的小女孩，容貌似洋娃娃一般可爱。没想到这么快，妈妈又要去孤儿院了呢。云夫人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啊！孩子们清楚明白的知道，从车上下来的人绝无可能领养他们中的一个。那些人衣冠楚楚，出手阔绰，却并非出自本心的同情，来去就像是为了完成差事般赶场，所带来的短暂效应，只有院长偶尔展露的谄媚笑容和他们来之前的一顿饱餐及沐浴。他们眼中的羡慕和呆滞，让如云唇边的笑容更冷酷了几分。只是下一瞬，目光转移到其中一个小女孩的身上。女孩的眼中有深深的辱慕之情，那渴望的眼神和唇畔小心翼翼的笑容，让任何一个身上还有零星半点母爱的人都能心肠融化。上一世，母亲因为我的叛逆和顶撞，所以兴起想收养一个乖巧的孤儿作为我的榜样的念头。没想到，竟然带回了一条毒蛇。这一次，我已经变得这么听话，历史还会重演吗？小姐辛苦了。陈叔，小姐，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小姐虽然平常也总是心情很好的样子，但今天似乎更上一层楼呢。是啊，我在期待呢，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我的好妹妹啊。小姐，欢迎归家。谢谢。啊，没有。小姐，夫人今天还未回家。啊，这样啊，那我先上楼了。小姐真是太美好了，每次看到她的时候，好像整个人都在发光啊。是啊，我还以为是我一个人的错觉呢。小姐简直就像一个天使。是啊，这就是我们薛家的小姐，一个完美无缺的女孩。至于为什么从前没有发现这份美好，或许是因为在几个月之前，小姐一直在薛家老爷子那边住着，偶尔回来也并不显得那么亲密。但那场车祸以后，小姐不知道怎么说服了老爷子，开始常驻薛家。我们这才惊觉，小姐是多么温柔和美丽。夫人，欢迎。这位是？她叫小柔，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我看她挺可怜的，就带回来了。云如极少会有善心，这次不知为何，竟然会将这个小姑娘带回家，甚至有种想要收养的冲动。那冲动并不持久，此刻已经开始后悔，但随着小女孩刚才的躲闪和握住她指尖的举动，却又让她为数不多的母爱再次泛滥。小雪，真正的大小姐，真是要演到刺目。没关系，只要再等一会儿，这富丽堂皇的屋子，薛家小姐的名号，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我的。我自小就被培养成为一个足够好用的工具，绝对不会败在这个无知的大小姐手中。上一世就是这样，我一看到这种无措的目光，立即圣母心泛滥，也没有计较母亲随随便便将她带回来这件事，反倒真心将对方当成了自己妹妹对待。那时候薛柔
大概在心里冷笑吧。姐姐，小柔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哪里不满意啊？哎，我此前调查过薛家这位千金小姐，发现她只是一个没脑子的蠢货，从小又不受父母的疼爱，只要对她撒撒娇、卖卖乖，就立刻能让她心软。没想到竟然问出这样一句话。平生最讨厌旁人不满意我的安排。原本看小柔的泪水倒没什么，现在这样一看，哭得也有点太过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强行把她带出来了呢。哭什么哭？来到薛家应该开开心心的笑才是。哭成这样，怕是不喜欢薛家吧？不，我很喜欢薛家，只是太欢喜了才落泪。适才在孤儿院的时候还觉得挺可爱，现在和小雪一比，真是不讨喜。这一副受了欺负的样子是给谁看？行了，让管家带你下去吧，好好收拾一下。云如是一个很容易起猜疑心的女人，只要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让她掀起无尽猜疑，我绝对不能被她厌弃。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我一定会想办法扳回来。傍晚，薛父知道了这件事，倒也没说什么。他在家里的话语权本来就不多，况且薛母又是个强势的，他只觉得那女孩长得像洋娃娃一般，还算乖巧可爱，也就没有多说什么了。又被柔声唤了几句叔叔，甚至有些喜欢上他了。雪雪一直安安静静的用餐，似乎根本没有发现那从孤儿院来的女孩是如此卖乖讨巧。一个外来人竟然这么喧宾夺主，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食不言寝不语吗？真是没教养。薛父和薛母倒是被逗得脸上绽开笑容，毕竟薛雪从小由老爷子带大，根本没有让他们受到太多天伦之乐。而自从3个月前那场车祸回来常住后，又太听话乖巧，让他们很少能感受到被女儿撒娇的乐趣。看吧，我会慢慢剥夺他们对你的喜爱，慢慢的成为名正言顺的薛家小姐。母亲、父亲，我吃饱了。小柔，你慢慢吃。过会儿我会让他们把你喜欢喝的胡萝卜汁送上去，吃完饭后休息一会儿。最近妈妈给你选了几件衣服，过会儿让他们把单子给你看看，周末就穿着其中一件去看爷爷吧。争先恐后的关心扑面而来，眼中对女孩的疼爱仿佛真真切切。比起来，我就像是一个逗人取乐的小丑，用尽浑身解数，却比不上薛雪的只言片语。不要紧，小柔，你还有很多的时间，这不过只是个开始。重生一世，我很明白究竟掌握什么东西才能得到真正的力量。类似于知识这种，看似很不起眼，实际上却很有用。如果上一世我不是得过且过，每次在班里都是吊车尾的成绩，也不至于被刚刚来到学校就一鸣惊人的薛柔踩在脚下吧。怎么没有尖叫？正常情况下，一个女孩子见到这一幕都会惊慌失措，甚至滚下楼梯都不稀奇吧？原本的计划是让薛雪尖叫引来薛家父母，目的是为了引起他们对薛雪的反感，可没想到被吓住的却是我。怎么了？站在门外？没什么。如果是我无缘无故在半夜尖叫，那些存下的好感恐怕会烟消云散，说不定我还会被赶出去。不行，好不容易从那里离开，怎么可以再回去？都是薛雪这个该死的家伙，正常人见到怎么会不害怕呢？在地下室待了整整1年，每天和老鼠与黑暗为伍的人，你怎么还能期待我像个正常人一样有反应呢？如果当初有鬼的话，看到自己那副凄惨的模样，恐怕也只会觉得可笑和同情吧。姐姐，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想要避免被责怪，只有将话题转到另一方面。讨厌，怎么会呢？毕竟我是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如果不是阿姨好心，我恐怕压根没办法和你站在一起吧。傻丫头，放心吧，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长大，有一个妹妹，我高兴都来不及呢。你能和我作伴，我想妈妈也会很开心吧。你在干什么？本以为是个乖巧可爱的孩子，竟然这么不懂礼貌，真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姐姐，对不起，求求你原谅我吧。我平常在孤儿院时候，经常被那些孩子欺负，刚才是条件反射，不要赶我走啊！怎么会这样？严格来说，雪雪并没有做什么事，只是我却忽然感觉全身上下都不舒服，那些手指经过的地方，就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爬行一般，让人难受的几乎作呕，所以我才忍不住打开他的手。哼，这副狼狈的样子，还真是让人同情啊！别哭了，我怎么会赶你走呢？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啊！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相处啊！一个真正的千金小姐，这样对待从孤儿院中走出的孩子，无论是谁，此刻都应该感激涕零了吧？可我最讨厌这种伪善，开什么玩笑？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人了吗？雪雪，你不要高兴太久，我一定会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剥夺过来，我要让你变成比我现在还低贱的人，到时候看你怎么还说得出这种话。小雪如此大度，而那个从孤儿院领回来的女孩却如此不讲理。先不说半夜站在女儿门前不知道想干什么，就刚才那出手的一下，也足以打消我们原本的好感度。不过既然把人都已经带回来了，立刻就送回孤儿院的话，还不知道会传出来什么闲话呢。快去睡吧，别站在这儿了。小雪，马上要考试了，晚上一定要休息好。好的，母亲。一切都和前世不一样了呢。哼，亲爱的妹妹，你会怎么办呢？爷爷，力道怎么样？好了，你也累了，坐下来说话吧。曾几何时，这祖孙两人是那样剑拔弩张，一个誓死不低头，另一个则是强压着孙女的脊椎，想让她屈服。两个人之间哪有此刻1%的温情啊？不累。或许，当一个人重生一世的时候，才能发现曾经错过了多少美好。这个家中，只有爷爷一个人是真心待我。这只手，在上一世也曾紧紧握住了我的，只是那弥留之际的力道太轻，太轻。而当初的我也太傻，全然罔顾了爷爷的嘱托，将薛云两家拱手赠于豺狼。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爷爷还是那样单刀直入，对待我从来不会像在商场上那般迂回打探。这大概也是上一世那个心细敏感的我无法和爷爷和谐相处的原因吧。只是这么多年，我早已明白，这是爷爷对看重人的独特方式。母亲既然把他带回来了，那我别无选择，不是吗？那个丫头的身世我查过了，的确是在孤儿院长大，但我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那您的意见呢？明明知道我的想法还装蒜，调皮。想要一个人消失有很多种方式，爷爷也向来不是什么仁慈之辈，只要是有可能威胁到孙女的隐患，他并不介意采用一些不寻常的手段。身处薛老爷这个位置，身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
如果不是爷爷向来小心谨慎，现在恐怕早都被那些苍蝇臭虫吞得尸骨不存了。这样终归是有破绽的。更何况，就算旁人以为是意外，向来明白爷爷手段的父亲和母亲却心里清楚，到时候肯定会不舒服。为了这样一个女孩，不值。丫头，你虽然从小在我身边长大，但我教给你的都是堂堂正正的东西。那个女孩如果真的是从孤儿院长大，心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谋划和算计。雪雪原本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以前想不通，总是和我故意对着干，成绩也不上不下。这次经逢大难，反倒让她朝着原本的优秀方向努力。可这块精心雕琢的玉石，又怎么经得起那些下脚料石头的碰撞呢？爷爷，不要太小看我哦，我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呢。那些日日夜夜被臭虫和鼠蚁啃噬的时光，早就给了我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如果这样都输了的话，那死了也活该。你这丫头呀，或许这样也好，我本身就是从腥风血雨中挺过来的，如果没有那些险死还生的经历，也就没有今天人人敬畏的薛家。让小雪经受点磨练也是好的，反正我也在看着呢。那过2天的聚会呢？聚会？遭遇到可怕事件的女孩，在宴会中手足无措，被以往嫉妒着自己的各家千金嘲笑。只有那个名叫凌晨的少年，对自己伸出了手，而我，却将这只将自己拽入深渊的手，当成了救命的稻草。还记得仿若洋娃娃一般的妹妹匆匆赶来，上演了一出姐妹情深的好戏。当初的自己只觉得感动莫名，现在回想起来，原来目标是她呀。那时林家正在扩大的关键时刻，需要和薛家千金联姻。也真是难为凌晨那么辛苦的忍受那个时候名声已经被毁了的自己。爷爷，一定要参加吗？这场宴会是姬家小公子的生日宴会。姬家，如果说薛家站在贵族上层的位置，尤其是因为薛家和云家当初的联姻，让薛家更是有着蔑视大多数所谓贵族和豪门的资本，那么姬家则是轻轻吹一口气就能抹杀一切的存在。这个几乎从来表现得不问世事的隐世家族，却存在着让这个国家动荡的实力。那些国内外摸不着头脑的经济泡沫，几乎都能发现姬家的踪迹。他们平日里总是显出淡漠的模样，几乎不与外界交流。几次大操大办的宴会，也都是为了姬家那个唯一显露在外的小公子。可想而知，若是薛家不去参加这次宴会，就算姬家不去计较，也有大把的人想要浑水摸鱼，群起而攻之。我知道了，原来是姬家，这个在上一世我压根儿都接触不到的家族呢。不过沉睡中的老虎，摸一摸胡子会怎么样呢？这周日一大清早，我就被母亲带到了最高档的美容会所，从上到下做了个护理。上一世的我叛逆任性，并不愿意参加聚会，这一世的我也没有多么热衷，可作为母亲的云如简直显得有点狂热。每每看向我的目光，不像来自于一个母亲的慈爱，更像是估量着商品价值的商人。小雪，你长得越来越好看了。谢谢母亲。现在小雪变得越来越优秀，如果女儿能进入姬家这样的顶尖家族，我母凭女贵，是不是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存在？母亲，我的身上
有什么不对吗？只是在感慨，你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生得这样好看，以后也不知道便宜了哪家的小子。嫁人这一世好像完全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呢。还记得薛柔说过，所谓的亲情不过是脆弱的一张鉴定书。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感情能是真正牢靠的呢？尤其是男人的感情，所谓一生一世实在是太奢侈了，不是吗？薛夫人，秦迪，原来是你们。秦迪，他们家不过是看着薛家势大，强行来攀亲戚，抱着薛家大腿的寻常生意人。若非平日里秦迪伏低作小，总能将云如伺候的舒舒服服，他和他的女儿冷霜也不会生活得像现在这么富裕。只是从上次冷霜的车子撞上我的车子之后，两家的关系就疏远了不少。无论那件事是不是意外，云如对他们的态度都没有以前那般好了。倒也不是心疼女儿的遭遇，更重要的恐怕是对养出白眼狼的愤怒。小雪比往日更好看了，是为了姬家的宴会？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作为母亲带女儿前来保养罢了。保养啊，我也是带着小生来好好保养呢。毕竟她是即将嫁入姬家的人，就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要好好供着呢。我只是和姬家小少爷约会过2、3次罢了，母亲你可别乱说。前几天我还是仰望着薛雪鼻息，就算是想要算计他，也得小心翼翼，生怕被发现的存在。但只要抱上了姬家这条比薛家更粗的大腿，日后2个人的身份就会颠倒。薛雪将正大光明的成为我身边的一条狗，只能吃我随意扔过去的骨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姬家这样的人家，不知道多少人想要攀附，就凭你们的身份。是啊，我们以前不过是薛家的远房亲戚，日后就成了姬家的亲家。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记得你们现在的这份恩情，好好回报呢。真是不要脸！我云如这么多年，竟然养了条没心没肺的狼狗。薛夫人这么多年来，不也将我们当成了一条狗吗？喜欢了就赏一根骨头，不喜欢了就丢点残羹冷炙。真以为自己多么高尚？好，好，我们走着瞧。薛雪，到时候我会是姬家承认的儿媳，而薛雪，薛家千金的身份，也很快就要被蒙上一层污点。咱们宴会上见。那就宴会上见。根据上一世的记忆，这宴会上真的会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呢。那可是姬家呀，吹口气就能让我所拥有的一切灰飞烟灭的姬家，怎么能被秦迪抢了先？不行，绝对不可以！小雪也真是不争气，明明已经这么优秀了，为什么不能再优秀，甚至更优秀一点，让姬家备受宠爱的小少爷主动送上门呢？太贪心了，真的有点太贪心了，母亲。我已经很努力去做到你想要的模样，如果再贪心的话，会受到惩罚呢。小雪，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次宴会一定要吸引姬家小少爷的注意。女儿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完美，每一个见到的人都会夸赞。姬家的小少爷一定也是一样，何况这种正在青春期的冲动少年，只要女儿能豁得出去，又有什么弄不到手的呢？可是那边是姬家的小少爷啊。但是富贵险中求，只要能嫁入姬家，我们一辈子都不用发愁了。母亲，我们现在已经是一辈子不用发愁了。你懂什么？根本不够。如果能嫁入姬家，所有的人在你眼中都是能随意揉捏的，别说是秦迪这种下三滥的货色了。哼，真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吗？说到底的话，
还是贪念吧。人类就是这样，当吃饱喝足了以后，就想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明明自己已经拥有了贵族的身份，却还要奢求更多的富贵。今天不过是随随便便被刺激了2句，就想让自己的女儿不择手段去献身。这样的母亲，还真是和以前一样面目可憎呢。我知道了，母亲。这算什么敷衍的态度？要不是小雪是薛老爷子一手带大，我不好再多说什么的话，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他。真是的，怪不得当年老爷子不满意这个儿媳，才将孙女接到身边亲自教导，这样唯利是图，甚至想让女儿用下三滥手段去罔顾她的幸福，真的是一个母亲该做的吗？就算是用这种方法加入姬家，以后也会被轻慢对待，一辈子都不会幸福吧？就连我这个司机都能想明白其中的关键，难道薛夫人会不明白？恐怕还是被利益遮蔽了双眼，根本不将女儿的幸福放在眼中，简直太可恨了。幸亏小主人从小在老爷身边长大，要不然被这种母亲教导，那才真是毁了。陈叔，辛苦你了。哼。老爷，今日……妈妈，您回来啦。妈妈，这个从孤儿院中带回来的孩子怎么如此恬不知耻？对不起，阿姨，我只是觉得您特别和蔼可亲，简直和我梦中的母亲一样，所以才这样叫，是不是不可以？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这样自作主张的。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不觉得这个女孩有多么单纯或者可爱，只想赶紧找个机会把她打发出去。只是，如果小雪不愿意豁出身体去勾引姬家的小少爷，那么眼前这个孤儿院中走出来的孩子呢？小柔对吧？你以后就叫薛柔吧。薛柔，简简单单2个字，相当于将这个女孩认下了。真的可以吗？我真的是您的女儿了吗？可以叫您妈妈吗？当然了。看啊，你的母亲转眼间就成了我的，你的所有一切也即将会成为我的。那真是恭喜你啊，妹妹。